感谢，我需要强调一下，小时候我们的藏区确实教育条件很差，当然现在变好了。但小时候呢，我们有国家政策的扶持，你像我当年高考就有加分政策，我很幸运，给我加了50分。哇！感谢感谢，当时就考上了一个大专。我能从你们的笑声中感觉到2个字：浪费。我自己也很崩溃，因为我不加也能上的。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海宇。说实话，朋友们，现在我的稿子是什么，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我今天的表演主题只有几个字：关爱残疾人。太难了，朋友们。我走上这个通道，我第一次为我身体的健全而感到。你告诉我怎么打？中国历史上有谁一次性打过2个残疾人？只有我打了2个残疾人，都不一定会上热搜。我刚才在那儿待了20分钟，我在想，我有什么地方可以残疾一下？所有朋友往我这儿看，我的牙掉了一颗，你们觉得算吗？不是刚才打掉的，真的是前几天才掉的。所以接下来我的表演如果没有接住这段线挂，请大家不要怪我，因为我的技巧老掉牙了，不好意思。谢谢大家给我的热情，我们现在可以听正常人讲脱口秀了吗？可以，对不对？谢谢大家，我叫海宇，开始我的表演。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大家听过这个地方吗？感谢大家，因为跟人介绍家乡会很困难，基本上大家听到就会问，甘孜州是那个明星丁真那个甘孜州吗？我说对。他说那你把他的微信推给我一下。丁真对大家来说可能算明星，算网红，但他对我们这种小山区、藏区，他是我们的图腾。因为没有哪个明星比他走红的更简单了。传闻中，就出去买了2桶泡面，被拍了几张照片发出去，网上所有人网友炸了，说这个笑容太纯真了。他就火了。他火了之后，我身边所有藏族哥们儿疯了，说他有老子纯真吗？他懂微笑吗？他们觉得丁真走红的所有过程有一件事情格外的重要，买泡面。你就说纯真不纯真？那段时间他们天天出门买泡面，我们县城超市老板出门买泡面，但凡看到大街上有游客拿着手机照相机在那拍，他们就开始表演纯真。师傅，拿2桶那什么师傅。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家会喜欢他，因为他很多时候接受采访会说藏语。我真的觉得不管你这个人啊品性如何，你只要会说几句藏语，你给人的气质就会不一样。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所有的电视剧都被翻译成了藏语版，然后这个电视剧就没办法再看下去了。你们有没有看过藏语版的《古惑仔》？发生在香港的甘孜故事。山鸡哥哥说：“老今天卸你一条腿。”扎西德勒
你就说虔不虔诚。你听完感觉整个铜锣湾真的很需要你这一条腿。如果那个时候跟他们两个比赛，我早就捐出去了。《还珠格格》也是藏语版，多少人的青春，《还珠格格》说藏语，一个汉族人扮演的满族人在说藏语。我只接受容嬷嬷说这4个字，因为这样对紫薇可以好一点。你扎他一针，扎西德勒；再扎一针，扎西德勒。紫薇说：“哦，扎死得了，别扎了，太快了，别扎了，别扎了。”后面我就来到大城市，真的朋友们，我感受了大城市的生活。但是我有一个最大的感触是，我觉得像我这样在藏区长大的孩子，其实我们不太适合做单口喜剧，因为我们有点太快乐了。我也是来了大城市才知道什么是原生家庭。我们那边真的没有，我们原生态家庭。我当时有一个同桌，他高考前的数学模考考了137分，他跟我说他回家会被他的爸妈打死，原话打死。理由是他上次考了140分，退步了。我真不理解，我当时的心态就是那种非常传统的篮球教练。我想这3分有那么重要吗？考好了会紧张这个事情，我作为一个高原上长大的孩子，朋友们，我真的不能理解。因为在我们那边，所有的情绪表达都很简单，都只有一个出口，我称它为“给黑黑”。大家都没有听过，没关系，我会在这里跟大家示范一下，但是你们不要害怕。好不好？我不会突然变异。很简单，就是说，不管我们的情绪是什么，我们小的时候面对草原，我们就会本能的吼出这么一声。吼完之后，不管什么情绪都可以立刻消解。真的，小的时候我们放牛的时候会给黑黑，把牛做成牦牛肉会给黑黑。牦牛肉卖不出去，给黑黑；丁真直播把它卖出去了，给黑黑；全民给黑黑。所以我来到大城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我在这边最好的朋友分享。他听完以后不开心，他跟我说：“我觉得你这样吼就没有边界感呀，你当着陌生人面你这样吼你就没有边界感呀。”我们那边连边界都没有。所以我们敢。我总结过我生活的很快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边的父母就这么养我们，你懂吗？他们对孩子没有什么期待，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什么货色。高原上真的没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因为他知道这么多年生活在那儿，高原上不长这个东西，全都是牛和马。所以我也会有点割裂。因为牛马在我们老家真的是个褒义词，代表着自由、放纵、给黑黑。我觉得永远不会有一个藏区的牧民在放牛的时候，突然就看他们家的牛不顺眼，然后就开始骂他、抽他，说你今天为什么只吃了137根草啊？是不是最近没有认真上坡？你觉得你牛吗？你能不能学一下别人家的牛？早早的就去了某利某牛那种大厂。再不认真吃草，我跟你说，以后长大去当牛吹吹吧。所以吼出来真的很重要，朋友们。我在大城市待了很多年了，我身边大城市的朋友已经没有人有吼叫的能力了。你不学会吼叫，你在大城市待着，你就是会碰到障碍的。双向情感障碍、自恋型人格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大城市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障碍？
就这些东西在我们老家统称为想的太多，也就是不给嘿嘿。我真的觉得高原上长大的孩子很难得 ADHD， 因为我当年 ABCD 都学了7、8年。你在我们那待着不可能注意力缺陷的，因为你能看到的东西就那么多。你稍微一缺陷，牛就丢了。所以，更文明真的会更快乐吗？我觉得不一定。今天你们很早就准备了，坐大巴来到这里，其实本质上是一种追星。你们很累，但你们在看到你们想看到的那些人的时候，你们会瞬间回到我的老家。对，就是现在这种声音。就我们刚才的这个情感交互，只有我们老家才会出现的。所以我把给嘿嘿推广给你们，你回家自己吼就可以了。它有很多应用场景，对吧？你们下次出差的时候可以带上它。高铁、飞机，你就揣着它。你真要休息，旁边一个小孩开始哭，所有乘客不敢说话，就你站起来看着他，哎，小孩。你又没有骂他，你也没打他，甚至这句话跟他的爸爸妈妈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所有乘客都会向你投来一个眼神。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休息，可以去我们那边玩一玩，对吧？你们可以在大街上随便吼，当然你们也可以带上相机。如果你们看到有人冲着你们笑，不要害怕，我们以为你们是星探。下一个丁甲要来了。我讲完了，朋友们，谢谢。好，老说我跟电视上不一样，这回一样了。对，我剪了一个很难看的头发。我自己知道，因为每天有不同的人看见我就问我，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剪头？我是去韩国剪的。事实证明，人还是得跟理发师沟通。我最开始对他很信任，我说随便剪，突然就不对劲了。最开始我还美呢，还哼歌呢，一寸一寸在挣扎，我一剪断我的发。剪完之后自拍一张发给我朋友，我朋友说你也太冒险了。我说是，以后可不能随便找个理发店就进了。他说我的意思是你像爱冒险的朵拉。剪完之后我问理发师多少钱，他说折合成人民币300。我说行，给我吧。本来我没觉得这个头发有这么不堪，我是前2天搁大街上，然后一个戴着口罩的女生找我合照，我说来拍吧，啊，拍完之后她跟我说你放心，我不会发社交媒体。我说随便发，我也不是明星什么的，随便发。他说我不发了，我俩都太难看了。你跟谁俩？我俩呢呀？我俩都太难看了，那你倒给我个口罩啊你！这能比原来难看那么多吗？他是不是近视眼认错人了？拍完照一看，哦，你不是张若昀呐你啊！太难看了，不发了啊！不爱剪头。他总是能非常稳定、持续的带给我伤害，而且我最害怕那种非常自恋的理发师，就明明他剪得很难看，但他就是有那种自信。小伙头，我给你抓一下嘛，剪成这样还抓啥呀？我想让110抓你。
剪得不好还爱说一些我根本听不懂的废话。小伙，你头发太毛躁，你得做一个蛋白矫正。你是一个沙发，你知道吗？你还是一个茶几呢，你。我藏你遥控器了，我沙发。从小我就很想控制自己的头发，但是我不能。我高中管头发也非常严，啊，男生必须得剃寸头，夏天是6毫米，冬天是9毫米，假装的可有人性。我拿你这3毫米保温呗啊！每年到春天就又得剪了。我高中最共情的一句古诗是“2月春风似剪刀”。我说这贺知章是不是我学长啊？而且你头发不能太长，你也不能太短，你不能剃光头，光头算是怪发。如果我是学校，我绝对不说光头是怪发，你让学校很没面子。有人头发长，你很有威严。我告诉你啊，回家之后赶紧给我剃了啊！你拿光头怎么办？你只能等待。你不能说，我告诉你啊，回家之后赶紧给我涂米诺地尔啊！我觉得头发从来不是头发，它是谁说了算。没有学校的时候，就是我爸说了算。我小时候一直在留酱筷子头，就是那种正方形的平头。啊，我爸觉得好看啊，有几何之美。我洗个头像拧魔方似的。因为他对我的要求是精神，他希望我头发立着，但我是希望我头发少些。我希望我头发歇一会儿，咱俩剪头的标准就完全相反。他剪头，他是一种农民心态，就你得剪得多，哎，你得有收获。我得看剪得好不好。咱俩就是我看脑袋，他看地。我留头发，他要剃。有气只能心里憋，因为我是儿子，他是爹。每次剪头是我一生气他就满意，我一满意他就说没剪，说我上网去了。其实我真去了。我从小到大不能有个性。我记得初中男生都是留这个齐刘海，有一天我就剪了一刀斜刘海，老师看见我就非常生气，他指着我，他说：“林剪起，我告诉你，你头发是斜的，你心就是斜的。”我说：“老师，你说反了，我头发是斜的，我鞋是新的。”我不敢主动追求个性，所以当头发剪成这样的时候，我非常生气。但同时我心里知道他来了，个性降临了。每个人都问我为什么剪这么个头，我全部赖给理发师。但其实我剪成这样已经半年了，这半年我一直在偷偷的维持原样。知道有多难吗？但凡剪错一点它就好看了。我有时候觉得没有人看我头发的时候，我才能做到真正的自由。总有那种问题，就如果说你只能带一样东西去无人岛，你会带什么？我会带一把剪子，一天一个新发型，我剪给大海看。丑就丑吧，我就爱丑，就让大海带走我的爱丑。好，讲到这吧。我今年的状态就是想上来跟大家一块玩，想上来跟这么多新演员也好，老前辈也好一起玩。这个就是我想要进入的班级，我想要上的课，我想要做的课间操，我想要的雏鹰起飞。我觉得单口喜剧爱我，我觉得他一定是爱我的，我能感受到，所以我能反馈回去的也一定是爱。我真的很喜欢我，不知道，很曼妙这种感觉，真的很喜欢我，你不喜欢我吗？我觉得嘻哈你就开开心心的比吧，任何人都不能影响你自己的决定，尽管去享受。开心
见了，想死大家了！去年比完赛，人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大家知道我离了婚吧？我被人追啦，追了1年呢，追着骂成了我的微博金粉。前不久还在给我发消息，李希哈，你这个被资本硬捧的婆娘，你把冠军还给何广智。首先，何广智已经是冠军了。其次，我跟何广智是2个单位。朋友，你充个会员吧，对吧？你真的想让把冠军还回来，你看完，对吧？你看完你就知道这个消息，你发给翟佳宁啊，对吧？你但凡充我1边的会员，你都不至于来充我嘛。去年1年被营销号真的裹挟疯了，那阴谋论完全把我弄得不行了，说节目剧本也写好了，疯了。说大宅被骂是因为李逵搅黄了武则天的登基仪式。还有人在下面评论打死武则天。我当时看下没反应过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评论的时候，我当时很气，我说你们凭什么打死房主任？有什么冲我来？他给我私信骂的就是你那个。弹舌部分是一些不堪入耳的东西，我消化了一下啊，我就想着这个人是不是大宅的粉丝，我想点进去解释一下，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点进去，崩溃了，分裂了，置顶的2条帖子，第1条骂我，第2条骂翟佳宁。我当时就懵了，我说谁会做这么无聊的事情啊？这么无聊的事情一定不是水军干的，骂完冠军骂亚军，像季军干的。是吧？但是别说啊，李逵搅黄了武则天的登基仪式，这要是拍成短剧，肯定好看，我绝对充值。这些营销号都太会写剧本了，感觉节目是他们办的一样。好，都说有剧本，我摊牌了。今年我也写好了剧本，已经有了。等一下比完赛，一个直升机直接从天而降，直接接到我，把我甩到浪姐舞台上，我就1天。但是我太火了，我太忙了，还没等我1天完的时候，又一个直升机把我接到，甩到世界杯的舞台。我当时在那个球场上，我8脚怒射，捧起大力神杯，告诉世界中国有嘻哈。还有些营销号还没完啊，阴谋论真的疯了，说我抢完了翟佳宁的商务，一派胡言。我的商务内衣卫生巾。众所周知，翟佳宁她不来月经，虽然现在很多人说她每天都像在来的样子。真的来月经，他肯定能代言卫生巾。广告语我都给他想好了，对吧？我的霸气永不侧漏。那段时间，身边朋友们、演员朋友们、俱乐部老板们都很担心我嘛，被骂成这样，你们俩关系会不会受影响？是不是非常不好？完全没有，我俩被骂的最厉害那段时间，我们2个抖音天天续火花。翟佳宁给我发，你被骂了，我也被骂了。节目结束后呢，他好在虽然被骂了，但工作还是比较多，和他呢也一起参加过好多次活动。有一次我在化妆，就收到他的微信，嘻哈快了，哎吧受不了了，我就知道现场出事了，他受不了了，我立马冲到现场，没办法了，救驾来迟，根本钻不进人群，因为我看到好多人围着他，拿着专业的设备对准他，然后他的周围全部都是很专业的打光灯，然后他的脸上就很惊慌。上一次见这样场景的时候，还是我的小猫绝育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一下就明白，原来长大就意味一定要失去一些东西。节目录制完被骂那段时间啊，有工作还好，还能转移一下注意力。
一旦闲下来就不行了，特别痛苦，就特别想做一点别的事情去断掉这些信号。所以我去年就去考了飞行执照，因为起飞就彻底没有信号。第一天上飞机，我的带教师傅带着我飞到了最高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飞到最高点，我往下一看，看到广阔无垠的大地，看到广阔天空的时候，我的情绪一下上来了。我觉得自己太憋屈了。飞到最高的时候，我跟师傅说：“师傅，我要发泄一下。”我师傅看着我：“你要搞什么飞机？”我也没管，我当时憋不住，我觉得很憋屈嘛，我就开始尖叫，我就尖叫，然后各种咆哮，各种发泄。尖叫完了之后，师傅在旁边不知所措，看着我说：“开了这么多年的飞机，也是第一次开到尖叫机。”然后我就很痛苦，当时发泄的时候，眼泪就在眼眶打转。我师傅看着我说：“你别想这么多，你把你想做的事情做好就行。”我说：“师傅，我想把飞机倒过来飞，这样我的眼泪就不会掉下来。”他说：“倒嘛，可以啊，你眼泪不会掉下来，我们就掉下去了。你要想一下，你为什么来学飞行嘛？”我说：“我要在自己的航路上越飞越高，我要把人生的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上。”师傅说：“高度太高了。”我说：“我还没有开始上价值。”他说：“老子说飞机高度太高了，往下压。”还好，我跟师傅那天飞得非常的平稳，最后还是平稳下了飞机，就是落地了。下飞机的时候，我就跟师傅说：“我说师傅，刚刚我在飞机上发泄、尖叫、讲脏话那些事情，你知我知就好，你不要跟别人说了，我不想大家看到我脆弱的一面。”师傅说：“啊，刚刚那个频道的管制员全部都听到了。”啊，我就觉得完了，我根本没有办法回到那个塔台。回塔台的时候，我就不敢抬头，那塔台的同事们好热情啊，赶紧过来，嘻哈，你飞得好棒，我们所有人全部听到你在飞机上用那个在天上用意大利语跟我们打招呼，在那里 c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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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ao。但是不得不说，那天飞完过后，我释然了很多，因为飞到天空的最高点，往下一看，你就会发现，飞得越高，地上的小人就会越多。真的，那个时候还有人骂我，就你这个样子，还想这个想那个，你怎么不上天？上天了，亲自驾驶飞机上天了，看透了。都说每年夏天大家都在期待新王登基，我也一样。我从当空姐那天开始，我每天都在登机。我登完机还要欢迎登机，所以谁登机了我都开心。而且航班多的是，这一趟登不上还有下一趟，没有航班了，现在我还可以自己飞。以前大家认识我的身份是空姐，现在请允许我向大家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大家好，我是开飞机的嘻哈。谢谢嘻哈，喜欢嘻哈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嘻哈。我觉得问4位之前，咱们先采访一下那个翟某吧，当事人。翟某挺好，挺好。我们这开放麦都遇到过。我说你就讲，没有事就讲，挺好，大家开心就好。真那个抖音火花那都是真事儿的，你们不知道嘻哈发那个分享视频的品味，晚看1秒，该视频就按照相关规定那就不可见了，那得赶紧看着呢啊。我觉得其实去年大宅夺冠，我是第一个上去祝贺他、拥抱他，我是很真心的，希望每个人都很好。包括今年60个选手来到这里，也是希望脱口秀的舞台越来越宽，然后大家能听到的内容越来越多，就是大家都多包容一点，谢谢。能感受到，讲这么多年脱口秀，又拓宽了在舞台上的一种可能性啊！意大利语都来了，我的天！还可以自己打快板，我打快板，这是大林的领域了。还是一如既往，就酣畅淋漓啊，方方面面都特别好。你真的是火力全开，然后有这么旺盛的生命力，然后就是你说的那种少年心气，一直都在你身上。对，是可再生的，不可摧残，是可再生，永远都在生。而且我觉得你很神奇，你去学了开飞机，因为以前是空姐，对，然后你这次终于把方向盘放在自己的手上，好妙啊，你这个人。你不会之后去那个太空什么当宇航员？想争取一下。因为去年确实是有很长一段时间自己陷入了一个很迷茫的时段，但是我也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我比流言蜚语更早认识我。对，
所以我根本不会因为这些人对我的诋毁，我就放弃自己的进步。诋毁我的事情，你们自己慢慢做吧，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这个我觉得我们可能都会有这个共鸣，因为你就是比如说我们出道很多年之后，其实那些话一直都在，即使现在此时此刻它都在发生，但是你真的要学会无视它，因为跟你没什么关系。我觉得你从去年到这个舞台上，然后今年你已经觉得这些东西是你的身外之物，你已经非常棒了。这其实是需要很多人是需要消化好几年才能完成的一个功课。很想去看你的专场着装，可以，因为下面老板听到了吗？在点你。没有，那个我的专场开始了之后，一定会邀请各位老师来的，谢谢。Ciao。对，其实从去年看到你那个，就觉得我去年就老感觉你脚底下安了个弹簧，你知道吗？就是快速掉在面前，生命能量特别强的那种。我基本上因为这个入行的时间也比较久，身边的不断的小朋友一下被大家认识了以后，就那段时间其实是最复杂的，又兴奋又难过，因为他一下要面临很多他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情。你的表演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在哪儿，就是这衣服洗完了抖到最后一水以后没拧，然后拿出来以后啪啪身上抖了2下，就是往外溅的那个感觉啊，又脆上啊，这个喷的满脸都是，你知道吗？对，也无从招架。我觉得嘻哈没有短板，那文本之外，他的现场的表现好像是无懈可击的。还有就是他的视角很独特，他的舒适区是天空。他以前当空姐，他所有的是跟空姐相关的生活，然后离开那个岗位之后，他依然在空中看这个世界。所以他的舒适区如果是天空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是极限。这是一个从一开始就被人期待的一个演员，然后他一直能够不负众望。其实他是个特别抗压的一个人。所以其实你明白，你抗压能力是远超出此时此刻你呈现出来的那一些的。对，所以咱们都没问题的，嘻哈没问题。这才哪到哪儿啊？对，这才刚刚开始呢。我觉得所有人对嘻哈的期待和要求都是一样高的。那如果我们要给嘻哈提出更高的要求，正好鲁豫老师也在，我想问一下，你会觉得他这篇内容，尤其是前半篇的内容，会有一点个人和内部吗？因为谈论了很多自己的处境，也谈论了很多我们在这个场子里面大家都很熟悉的朋友。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内容能够达到最大公约数，但那是奢望，所以你只能够想，我此时此刻，这是我想表述的，这是我想看世界的方式。还有，你所有的所谓内部梗，它都是相对的。你再大的梗，在一个更大的范围之内，它依然是一个内部梗，但是就是尽力而已。总是该听到的人会听到，能懂的人就会懂得，对，就是这样。嘻哈作为我们下半场的开场演员，首先要面临的是备战间朋友们要向他发起的挑战。当然，有谁会站出来，有多少人会站出来，这都不知道，一切都是盲盒。我们看一看，有谁会选择挑战嘻哈呢？请看大屏幕。无人挑战意味着嘻哈直接晋级，请为我们展示他的票数。198票，恭喜嘻哈直接晋级。我真的很喜欢蓝天，我真的很喜欢乘务员这个工作。我觉得如果再要回去，重回蓝天的话，我更愿意选择一种可以自己掌控方向的工作，所以去选择学习了飞行。我们那个工作性质就是接一帮人去他们想去的地方，然后再送一帮人去见他们想见的人，每天都是这样的。但现在驾驶舱不一样了，你看到的天空就是完全是更广阔、更开阔、更辽阔的，而且你会感觉是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上，那种感觉是更不一样的。我握着方向感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才是我想要的天空。太自由了，而且你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大地，看到天空，然后看到大地和天空接壤的地方，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就是没有边界的，你就可以无限制地去探索。
种感觉太爽了，我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来形容，就好像你就应该干这个，我就应该属于天空。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演员，去年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上，但是给很多朋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欢迎我们的大学生嘴替，谢谢。大家好，我叫谢谢。我去年在这个舞台上吐槽了我的高中，当时票数还挺高的，主要是咱们这个节目一录就录10几个小时，到后面演员们都累趴下了，就我精神啊，10几个小时在衡中还没上到晚自习呢啊！我现在上大学，10几个小时是我1个月的学习时间。我平常没事的时候就爱刷点短视频，有事的时候就爱刷点短视频。我有时候也不是想刷，我就是控制不住。我只需要打开手机，查个单词，发个微信，随便干点什么，过几分钟，我就会发现，我在刷短视频。我前2天坐地铁，想睡会儿觉，怕坐过站，拿出手机想定个闹钟。等我退出某音，快到终点站了。我有时候感觉就是短视频刷多了，会自己的生活状态特别颓废，就得干点正事儿缓缓。比如说去学校上课，咱们寓乐于教。直到我前2天去上了个专业课，上完彻底崩溃了，因为那节课的授课内容就是刷短视频。老师把短视频下载下来，拷到电脑上，拿教室大屏给我们放，我太梦幻了那个场景。我从来没在这么浓厚的学术氛围下见过奶龙跳舞。哎呦，那天老师带我们刷了1节课短视频，全是某音猜他喜欢的。一开始还给我们讲2句，到后面也不讲解了，纯刷。啊，说同学们看这个视频，有意思吧？我说老师，你是来上课还是来过瘾了啊？咱们师者不是传道授业解惑吗？你怎么改点赞收藏转发了呀？那课上的我气乐了。我那天起床的时候纠结了半个小时，是老老实实去上课，还是把课翘了躺床上刷短视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去上课，然后刷1节课短视频。我说老师，要是这样的话，咱俩何必来教室呢？啊，咱搁某音上加个好友呗，还能续火花。跟大宅跟嘻哈似的。续上火花你就当我签到了。我觉得上课刷短视频太有违和感了，平常挺有意思的视频放到教室大屏上咋看咋无聊。我觉得刷短视频是需要意境的，偷感越重，刷得越爽。啊，你比如现在2楼那帮观众，我也看不清你，你也看不清我。你要是偷摸把手机带进来，这会儿刷2条短视频，你得老爽了。但如果我现在拿大屏给大家一块放短视频，它就没意思了。所以当时老师在上面放，我在下面偷着刷。但我的某音能听见老师的公放，他就开始猜我喜欢。刷了几条，我手机上和大屏上短视频同步了。我同桌上课睡觉睡一半醒了，看了看我手机，看了看大屏，说兄弟太帅了啊！上课玩手机你还敢投屏？前2天我二姑带她家孩子来我家串门，还拿我教育孩子呢。啊，说你一定要多花点时间学习，少刷那个短视频。你要是能像你谢哥哥一样考上北大，以后你上课刷都没人管你。我说二姑，你是不是上过北大？你不是我二姑，你是我学姐，你是李雪琴。我感觉如果我们专业真要学短视频的话，你最起码别让大学教授来教吧啊！你说这些大学教授是什么人？知识渊博，博古通今，就这种人怎么刷短视频？你能想象吗？这帮教授白天在学术会议上传播真理，晚上回家对着手机哭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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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可能啊！你说教授教我们1学期短视频怎么创作、怎么引流，他自己的账号200多个粉丝，里面还有50个是我们班同学，剩下学长学姐忘取关了，可能还有1个是我二姑。短视频里有的东西也没人敢教啊，擦边儿，那谁敢教？老师上课让我们课堂讨论说，如果要做一个招生宣传视频，怎么拍最有流量？怎么拍最有流量？哎，你找一个肌肉帅哥，上衣一脱，氛围灯一打，嘴里叼一个学生证，啊，你看多有流量。那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就是上课学短视频这玩意儿，我们学着难受，教授教着他也难受。人家埋头研究一辈子广播电视，好不容易当上教授，以为是那种热门专业导师，结果成非遗传承人了。感觉像他们之前为了发顶刊研究社会变化，现在为了上热门研究推流算法。这鲁迅脱下了长衫，还得给自己标一个正常穿搭无不良引导。关键我感觉我能从这件事上看到自己的未来。我现在学短视频，等我毕业可能又过时了。但我现在要是不学短视频，我就毕不了业了。啊，所以等这段播出，希望你们多给我点点赞。我得交作业。好，2人谢谢大家，我是23新传谢霆。谢谢，喜欢谢谢这段短视频的朋友啊，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想问问你，也不知道是你学姐还是你二姑，这个看完的感受？哇，你是23级的？对，我是13级的，我的妈呀！这是我亲学弟，我们俩一个学院的。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学院没有这么好的课，就是刷短视频这种课没有。不是因为你在短视频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之后，然后是，现在我们学院统一学我。知名校友。我们那个时候是做公众号，那老师的公众号70多个粉丝，我们班一共就70多个人。10年老师涨了130个粉丝，挺不容易的。我觉得现在挺难的，首先他接在嘻哈后面，就是嘻哈太炸了，所以谢谢可能也会有心理压力吧。对，因为我去年半决赛也是接嘻哈，就淘汰了。然后其次还有一个我觉得你难的点，就是你的人生经历到这儿为止，就一直在上学。其实你想讲一些很蹊跷的一些，或者大家都很了解的一些事情，可能你的人生还没经历到呢。是，不过他说的这个主题我倒是挺有感触的，就是一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其实面临的一个尴尬是数字摄影机正在迅速的普及，但是学校的课程还在是传统的胶片摄影机。就那个时间段，我正好在学校里边，我能够感受到那个老师的无所适从跟学生的无所适从，其实特别像今天我们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AI 来了。所以说还挺有感触的，没办法，就一直都在飞速的变化。但鲁豫姐是横穿各种周期的人，从广播时代、电视时代，然后网络时代，现在的这个短视频播客时代，都有您非常优秀的作品。我之所以能跨越周期，是因为第一，我比较能耗时间，我一直耗到今天。有些时候，其实所谓成功，就你把别人都耗走了，你就成功了。比如说我跟思纯，我们是大学的校友嘛。我们这个专业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悖论，就是在我们这一行，此刻还在一线的，你是没有时间回去教书的。但其实我们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等到我们有一天可以回去教书，意味着我们已经退出一线，意味着你的意识技术已经落后了，所以永远是一个悖论。所以他刚才这个角度特别的可贵，从一个在校学生的角度，在探讨一个大的教育的问题。你的弊端在哪里？你如何去改进它？而这个问题会一直都在。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案。是。所以我觉得谢谢讲得非常好。谢谢你，谢谢老师。但我怎么从谢谢的表情里边看出来啊？原来是这样，我咋没想到？你知道吗？谢谢在这听大师课呢，是吧？哦，原来中传的老师说的是这样的。我想记笔记，现在。那大林虽然是4位里最年轻，但其实你从事的是我们当中最传统的那个技艺。这不是觉得示威，所以换了一个行业。现在换的这个影视行业也示威了，现在也就是好像也要被代替了。我去年特别喜欢你，因为你非常的有棱角，有那种呐喊，那种反叛。那现在是因为大学生活实在是太舒服了嘛，然后你现在变得特别温柔。
像一株君子兰，你现在。对，小声有理。是被磨平了。因为世界就这样，不断的会磨平你，长出棱角，所以让你不断生出新的棱角。是。谢谢总露出一种在听课的表情。我这全都是编造，我自己不好好学习，我还非得说人家。我本来以为短视频没有营养，消磨时间，但是其实老师教了以后，我感觉短视频这个东西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位朋友在比赛前一晚丢了手机。就录制的前1天赶开放麦，打车在车上没刷短视频，然后下车就把手机落车上了。那所以你们这个故事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教训？得到教训就是以后打车必须得玩手机。大学生朋友就是这样。那成演得挺好，但是还是有可能会迎来挑战。看看备战间的朋友有没有人会向谢谢发起挑战。请看大屏幕。2位朋友一老一新。哎呀，又回来了。他可能是偏文本型，我比较是野生型的嘛。一起加油吧！哎，大家好，我叫喵喵，今年22岁了，在读大4。我会想挑战一些文本比较强，就是如果我的水平在2楼的话，谢谢老师算6楼。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了，我是最适合去跟他进行这种挑战。先出场的也就是这位左边的朋友，我向各位介绍一下，他也是今年进入我们大学生赛道的一位新朋友。巧合的是，他是谢谢的校友，我们欢迎也来自北大的缪缪。谢谢，没叫你啊，谢谢。哎，大家好，我叫缪缪。也是一个北大的学生，但是跟雪晴姐跟谢谢不一样，是靠踢足球体育特长考上的。这个身份就很割裂了。在北大踢足球这句话念起来有一种从夯到拉的感觉。大家很热情，很捧场，但是在同龄人眼里，小体育生的风评极差。我之前在网上刷到过一个帖子，他问体育生和边牧谁聪明。投票的结果是我们赢了。因为边牧不会点举报。但考上北大不一样，大家会误以为你学习很好。之前有那种教培机构找我说，让我给他们孩子做一堂高考经验分享。我说我吗？我咋分享啊？我往那一站，我说咱们各个学科就抓大放小啊，什么语数外物化生政史地，咱们就先放一放。不能误人子弟，赶紧去跟老师交涉。我说别搞，人家高考。他说2万，我说好。分享前给我发了张单子，是他们班同学的基本情况，我一看是他们当地最优秀的一批孩子，模拟考680，3模比我1模2模加起来都高。聊到文理分科，一个弟弟小手一举，哥哥你是哪科的状元？哥哥是武状元。最后2万块钱没拿到，因为给他们分享知识点的时候，我说你们就多背背那些知识点啊，那些什么 cos 45度什么的。努力，不要做一个直垮子弟。就朋友们那件事之后，我会刻意的装一个高考状元，来弥补自己20年所缺失的学历崇拜。但朋友们，就我这张脸吧，它长得有点太体育了。就我云南老家高强度的紫外线，加上长期风吹日晒的训练，导致哥们儿看起来像一头沸羊羊。对外貌真是没有什么办法改变了，只能通过穿搭改变自己。想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学院派，想把自己打扮成那种 hot nerd。朋友们，因为我从小就在体训队生活，我没有见过这些700多分的人，
在我的刻板印象里，这些高考状元上课他就应该穿的跟领诺贝尔奖一样。哥们儿的第一堂文化课是穿着西装去上，就是那种高定礼服、金丝眼镜。走到班里，老师都迷糊，他说：“同学，我们一堂思想政治课，你为什么要穿的这么小资呢？”同桌在旁边起哄：“哥们儿要 cos 资本家。”我说：“不，念 cosine 资本家。”关键朋友们，就这堂课下课之后，我立马就要去踢球，所以我那套衣服里还穿着自己的球衣。但那种高级衬衫吧，它有点太透了，就你球衣的细节能够透过衬衫看得一清二楚，完全没反应过来这个事儿。是回答完问题，老师鼓励我，他说：“感谢68号同学的精彩分享。”我今年大4了，朋友们，我今年大4了。我对北京的这个城市印象非常的一般，因为它有的东西那个物价实在是有点太超乎我的想象了。之前谈恋爱跟对象出去买花，挑了一捧，店员很不熟练的帮我包好了花，然后很熟练的拿出了收款码，跟我说：“先生你好，一共898。”不是，哎，各位，贵。头一次买花用上了花呗。贷款买花，花活不到我还款还完，就你分期没到头，花期到头了，分期到头了，花到头期了。凭我的素质，我是可以逃单的。但我对象就在旁边看着我，当时那个画面对我这种有大男子主义的小男子汉有点太不友好了。那个店员拿着那个扫码枪，像一把真枪一样，就这么对着我。哎呦，我就只能哆哆嗦嗦的，又从自己的兜里掏出了手机，然后呢点开了自己的公交码，然后对扫码枪贴了上去。哎，朋友们，我当时就是在想啊，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咱们中国那么多人啊，就有那么一个人，他的副官码长得跟我的公交码一模一样？没有。还想挣扎一下，还想挣扎一下。我在那跟那个店员我说：“你今天一定要给我个理由，你这花到底凭什么这么贵啊？”他说：“先生，是这样的，我们的花都是从美丽的彩云之南空运过来的。”我说：“哪里空运过来的？”哎，各位，全云南最不值钱的东西就是花啊！有没有人管管？你一个东西从老家到北京的溢价那么严重，我以后买花带过去那都算走私了。以后我过海关的时候就是带着个斗笠，背着个背篓，反正你们刻板印象里云南人就是这种样子。然后过了那个海关，机器也不响，但是警犬突然开始狂吠，安检人员神色凝重，海洛因不康乃馨。围观群众一哄而上，一起把我摁在地上，打开背篓，大惊失色。哎呦，狡猾的云南人，竟然把鲜花藏在了饼里。我很不理解为什么现在北京的高端餐饮都标榜自己的食材是从云南空运过来的，什么云南黄牛、云南野菜、云南水果，站在北京的市中心我都迷糊。我说前2年不是走出大山了吗？哎，能理解吗，朋友们？就是我高考毕业的时候，面对云南满地的瓜果蔬菜，我说 OK， 你们很好，但我要去首都大城市追寻我的梦想。到了北京，勤工俭学，发愤图强，攒了一大笔钱，总算坐进了那个高级餐厅。来之前，哥们儿还在那演练的那个服务生走过来说 ：“May I help you, sir？” 我说：“哦 ，Could you give me a bottle of water？” 餐前水果一端上来，服务员说：“小伙子，这个水果是你云南老家呢。”讲完了，谢谢你们。谢谢喵喵。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谢谢喵喵。哎呦，演完长出好几口气啊！哎呦，挺紧的，挺紧，真是第一次来线上。但演得很好，是不是？我看鲁豫姐是第一个拍的，对，而且拍在了那个从杭到辣上。是。但其实那个不拍的话，后面好几个点全都可以拍。它太稳了，节奏真好，你节奏特别好。谢谢。它的文本，你知道它里面讲了好像好几个事儿，但它其实
他一直在讲一个事儿，我觉得就打破了很多的刻板印象。其实是刻板印象是我的主线，然后我想把它写成一个像公路片儿一样的东西，但是就实际上也一个原因是因为体育生那篇想写7分钟没破出来，然后就加了一部分这种生活的东西。其实我一直觉得讲一件事儿往深里翻是难的，好像在一篇里面讲几件事儿相对容易，但是其实这也是个特别好的一个创作方法，因为你找到了一条埋在当中的一个特别成立的一个线，所以你的这个结构是特别成立、特别好的。哇，你说你紧张完全看不出来，因为我相信观众会接住我。非常好，你打破了好多的刻板印象，非常成功的一段表演。谢谢娄烨老师，谢谢娄烨。他里边好多梗都特，也不是怪，是妙。博哥拍在那个各位柜上，是不是？对，这些吧都属于是从侧面戳了一下你胳肢窝，你知道吗？就是。就是你不光你的那些梗设计得很巧妙，包括你到后面还模仿那个英式发音，就是你刚才在聊天的时候，你才有一种紧张，然后那种稚嫩，或者是你有点怯生生的感觉。但是你在表演的时候，我们完全看不出来，就是你的表演是挺让我们惊喜的。谢谢。其实真挺紧的，因为这就是我跟他是一个社团的。你是现在的社长是不是？对，社社长。那你是发生了什么禅让吗？他就是忙了，他就是。就是我们社团每一届要换季，就换到他的人。哦，其实一个是确实是因为他刚刚的表现，大家其实有目共睹，真挺好的。就是说没压力是假的，但是。尽量不要让它影响到自己嘛，给大家奉献一个好的，我跟他拼起来的15分钟，我觉得这个事儿本身也挺重要的。哎，这特别像一个足球运动员的赛后发言。您在场上是踢哪个位置的？我守门员，我把门的。哦，就所以大高个嘛，啊，就这种大心脏啊，所以我觉得您既然这个心态有这么好的这个潜力，包括刚才表现能力很强，你放心，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会一直拖着你的。谢谢郭老师，谢谢。那最后咱们问问这个北大的朋友吧。刚才我跟陆姐看到那个没有名字的时候说，哎，你看拍招生简章的来了。那个学生证带了吗？把你的学生证叼在嘴里，把你的拍完就被开除了。你俩竟然是脱口秀社团是吗？哦。哎呀，咱们学校这个社团做的还挺好的。雪琴姐，那这个我就是建议，如果您有空的话，就包括谢谢，我们可以邀请您有空来学校来社团看一看嘛。看一看行，但我现在说不过你。不用说，您肯定说得过我们，只是也不用说，就来一起玩一会儿。行，谢谢。喵喵是不错，喵那个梗它又有一些很嘎的，又有一些很巧的，又有一些很传统、很标准的，厉害，还带表演的，然后还给你来点口音，还有英语，给你来伦敦腔，这个太全能了。到底是你们学校哈，我感觉北大体育生也比我聪明多了，这很好啊，北大的体育生，而且谢谢喵喵和甄勇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喵喵很像谢谢跟甄勇生的。他继承了谢谢的脑子，继承了甄勇的黑皮肤和口音，完美的结合了腹部的优缺点。接下来马上要上场的这位朋友是去年就来过的老朋友，当时他凭借几段边境往事，还有那个余音绕梁的普通话，给自己找到了在脱口秀上的一张坐票。我们欢迎也来自云南的哈尼少年甄勇。Hello， 大家好。你们不觉得我才长得像那个刻板印象中的云南人吗？去年上节目之后，很多人认识我之后，会开始给我取一些莫名其妙的外号啊。之前有个人跟我说：“甄勇，你看看你，同样是来自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普通话不好，皮肤黝黑。”然后开始叫我丁甄勇。而且很多人知道我是来自一个非常神秘的山区，大家应该听说过叫哀牢山区。知道之后问我们民族为什么会生活在哀牢山区？其实我们民族是在很早的时候从青藏高原一路向南迁移到了哀牢山区生活。
也就是说从一个条件艰苦的地方到了一个条件更艰苦的地方。但是我小时候很不理解呀，我就问我家里面爷爷，我说爷爷，当初我们民族从青藏高原一路向南迁移到哀牢山区的时候，中间要路过大理、丽江，为什么不停下来啊？他说那个地方已经有人在了。我说有人在，我就打他们，我就打他们啊。他说我们就是被打进了哀牢山。但是我现在长大了之后回想了一下啊，我们老祖宗可能是遵从了现在非常流行的幸福者退让原则，我们是直接退到了山里啊。在我小的时候啊，我们这边山区很封闭，很少能吃得到外面的东西。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唯一能吃到的这个海鲜是玻璃海苔。哎，我仔细一看是波当海苔。但就是因为太封闭了，我们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贫穷封闭。我们小时候大家过得幸幸福福、简简单单。直到我们村那里来了个外地人，我们问他你来干嘛的，他说他是来扶贫的，还是个上海人。因为我们那里是上海长宁区来对口帮扶我们。我们那里当时有多落后呢？听说当时上海长宁区扶了我们20几年。把自己扶成了上海市 GDP 倒数。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这样说有点夸张。但是他们的确20几年来的时候，他们要面临着很多问题。就比如说那时候我们的卫生条件很差，那个上海人来之后问我说：“哎，小孩，你们这里的厕所在哪里呀？”我说：“男的这座山，女的这座山。”还有个更困难的问题是我们那里的医疗条件很差。所以我们那边基本上生小病是去找那种帮我们做法事的法师看病，所以我们那里没有中医，没有西医，只有法医。所以他说要给我们建这个诊所嘛，建完诊所之后说要帮我们全村的老人跟孩子全身体检一遍，但是我们根本听不懂他们的话术呀。给我全身体检完之后说我没有问题，只是我是那个扁皮足。我说什么扁平足啊？我是哈尼族的嘛。对，但是刚开始诊所建起来的时候也没有人去看病，因为那个法师会给我们宣传说以后看病还是来找我，不要相信医院。我都帮你们看了30几年的病，我也收钱少。后来是怎么扭转这种局面的呢？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那个给我们做法事的法师居然在诊所里面打吊针。我们就问他说：“大爷，你怎么在里面啊？”大爷说：“因为我有医保呀。”看了这个封建迷信还得靠社会保障来治。而且他上海人来之后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让我们种，就比如那个咖啡。为什么呀？他们是不是觉得我们那儿做这种能提神的植物比较有经验啊？那扶贫是一批一批人的来的嘛，他们要走了。但是那时候我们那里的山路很烂很危险，是我们亲自把他送出了大山。也就是说，我们那边真正第一个走出大山的人是个上海人。走之后他还特别好说：“哎呀，真有你们那时候特别好，他特别好的跟我们说啊，你们这小孩太好了，把我送出大，明年你们还要什么上海的特产，有一批扶贫的人要来，我都让他们给你们带。”但是我们小时候根本不懂上海呀，我们说我们想要东方明珠。最过分的还是那个村长，他很天真，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跟拉着那些人说啊，你们也太好了，但是能不能求你们把我们这里扶成像上海一样发达再走嘛？把人家吓得说，哦呦，不行不行，我们要先回去扶宝山区了啊。是我听错了呀，他们是说要去保富山区了。所以我是去年录节目的时候是第一次来到上海的，我是特别感谢上海的，还有特别是长宁区，我也用我自己的方式在报答上海，大家知道吗？今天我但凡来到上海，我不管住哪里，我都只点长宁区的外卖。去年科学家说在我们哀牢山区发现什么真心的巨型天牛，只有武侠小说里面才有的能起死回生的神仙草。大家发现没？他就是没有发现我们穷人。这些东西我们早就发现了，你早点发现我们，我早点告诉你们呀。
谢谢有人早就发现了我，谢谢大家，我是曾勇。非常开心回到这里，非常开心回到这个舞台。但这次不是来比赛的，这次就是来给大家开一个场，然后也跟大家聊一聊，就一个脱口秀演员不比赛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在干什么。很简单，就是长见识，每天都在长见识。我有个儿子，各位知道吗？哎，真的，时光荏苒，朋友们，当年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儿子刚刚出生，谁能想到2年后，我儿子已经2岁了。哇！天哪！然后我当时，我前段时间让他给我长了个见识，带我儿子去体检，我给他买了个体检套餐，然后到了医院之后，然后医生跟我说，他说：“先生你好，你这个套餐里面啊不包含听力、视力和智力，要不要加钱测一下？”我说：“这是我唯一关心的3个指标，谁关心我儿子尿不尿糖啊？”然后我说得测呀，你这套餐套什么了？就套我了这个。他说 OK， 那我给你测呀。他先把我儿子放到一个凳子上，然后在两边打了2个响指，然后给他拍了张照片。我说 OK， 这是建立档案吗？他说已经测完了。我说就您这2个响指，大概我得单交多少钱？他说您到那边交900块就行。我说多少钱？幸亏没问。我怕他觉得我听力有问题啊，太可怕。然后他问我，那先生智力还测吗？我说这不已经测完了吗？他爹是这个智力，儿子能好到哪儿去呀？这不2代弱智吗？是吧？我带我爸也看过病，我带我爸看病的时候也很长见识。我爸是这样，我爸60多岁了，然后他呢小腿突然开始肌肉萎缩，然后我带他去医院，我给他挂了个巨贵的专家号，各位1200块。1200块，我说我爸的腿有没有毛病无所谓，我的孝心挑不出任何的毛病啊！当代24孝，留洋挂号，太贵了这个号，这号贵到我爸都开始胡言乱语了。我爸见到医生，先跟人家分析他的病情，说您说我这个病会不会是小儿麻痹呀？医生说一般60岁啊就不小儿了。我听了之后我就一个感受，我说你看，我说我儿子智力不用测吧啊，祖孙3代弱智啊这是。但是1200块的医生真的很厉害，他捏了我爸小腿一下就说出了一个特别让我长见识的病，各位100%真的。他说你爸这个病叫做肌肉周围神经病。我说什么病？他说就是您父亲啊，小腿肌肉的周围出现了神经病。我说哦，现在呢？现在还有神经病吗？更严重了，怎么可能？但是一直在长见识，我性格都已经变了。以前的我性格就是遇到什么事儿我就是努力啊，就是这样。我现在的性格就是尽力了，尽力了。性格发生很大的变化，发生这个变化是因为今年年初我长了一次见识，我受邀去参加 Vogue 的年会。Vogue 呢是一个很顶级的时尚杂志，它每年会邀请一些我们这种所谓的名人去参加哈。哎，尤其是那种初出茅庐便大放异彩的人呐。哎呀，然后那些大放异彩的人没空，我就去了，我去了。然后我其实非常害怕时尚。有一次我去拍那个时尚杂志，然后那个人先给了我一件座山雕一样的皮草穿上，然后外面让我套上一个福尔摩斯那样的大衣，在外边还要套一个木木警官那个风衣，在外边还要穿一个雨衣。我说 OK， 是一会儿明星来了从我身上挑衣服吗？1.73米被当做衣服架子的这个机会可不多呀啊！我手抬起来再挂2个围巾得了。我非常非常敬畏时尚，所以那天 Vogue 年会的当天，我用单口喜剧演员最高的礼仪来打扮自己，我洗了把脸。哦，哎，甚至敷了个面膜，朋友们。哎呦！太精致了！我一看镜子，我说这还是留洋教主吗？这不仙女教母吗？哎呦，太精致了。然
然后敷面膜的时候，我看了一部电影，名字叫《蝙蝠侠大战超人》。各位，蝙蝠侠，一个靠装备的普通人，他要跟超人这个外星人做决一死战。你知道在决战前一天他在做什么准备吗？蝙蝠侠第二天要跟一个外星人，一个会飞、胸肌能挡子弹、刀枪不入的眼睛能冒激光的外星人决斗。蝙蝠侠在健身。我说大哥，这来得及吗？啊，在那哐哐蹲腿。我说别蹲了，一会儿力竭了见到超人直接跪下了。不是，你现在练着健身干嘛呀？你是打算拿胸肌夹住超人的斗篷，让他飞不了吗？见到超人一展背，超人说：“我去，天怎么黑了啊？”你要干嘛呀？各位，蝙蝠侠尽力了，没有别的选择的努力，就只能叫尽力。我敷着面膜，我无比同情蝙蝠侠。正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当天晚上 Vogue 年会的整体安排。各位，我被安排全程跟米卡一起合影。米卡是一个巨帅的外国 idol， 他的头就这么大。我与米卡。米卡去做脑部 CT 能给他打8折，你知道吗？我要全程跟他一起合影，一起拍照，一起接受采访。只要有他的镜头里，就有这么一张大脸。而我做的唯一的准备是敷个面膜。我说我有什么资格同情蝙蝠侠？我天！我当天还本来打算打扮成一个帅气的魔术师，知道活动安排的那一秒，魔术师变成了小丑。站在米卡旁边，小丑变成了好丑。米卡才是魔术师，一下子就把我的笑容变没了，太神奇了。活动现场我也尽力了，各位，真是尽力了。一屋子明星，你真不知道跟人聊点啥，一个话题都没有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他们划拳。我以前以为划拳就是2个成年人在那比10以内的数字的大小。一个人在那5魁首啊，8匹马呀，你数字小你喝。我说这有什么好比的？比咱们就比大一点的呀。我从来没见过2个人划拳是比真正大一点的数字。一个人在那5的6次方，6的5次方，谁输谁喝。全桌人都懵了，谁输了啊？哎，在这儿啊，为了让各位能更好的欣赏后面的演出，我先告诉你们，5的6次方大。别一会儿演出也不看了。就想着拿到手机，点开计算器，点开之后还不会摁，只能在那5乘以5乘以5乘以5。尽力了，真是尽力了。但是最后也想给你们说一下那个结局。你们知道蝙蝠侠大战超人最后结局怎么样吗？一个人跟一个外星超人的结局是他俩打平了，他们俩最后和解了。他们和解的原因，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但这就是他们和解的原因，就是他们俩的妈妈名字一样。你看到这儿你就明白了，编剧尽力了，编剧得了剧本周围神经病啊，尽力了，真是尽力了。所以今天我也特别想跟所有比赛的选手们说一句。这个比赛名次真的不重要，尽力就好。如果可能的话，请务必尽兴。谢谢大家，我是刘洋教主，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哎，瘦了点没？瘦了点没？哎，真的是瘦了一点，瘦了一点啊。关注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前段时间呢去做了个小手术，割了半个甲状腺，人呢也瘦了差不多20-30斤的样子了啊。也不是说这半个甲状腺有20-30斤的意思啊。其实我自己感觉这个病还好，因为我从确诊到康复一共就2个月左右的时间，身上也没有因为这个病很痛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事情啊，它传到我家族群里面已经乱套了，你知道吧？就那个营销号，他给我乱剪到我家族群里面，已经说我得了前列腺癌了。我现在农村里面那些老家的亲戚口口相传说我得了直男癌，但其实一开始我自己都不知道那个甲状腺长在哪里。我就问医生，我说甲状腺长在哪里啊？他说在你脖子里面。我说我脖子长在哪里啊？
他说在你第2个下巴后面啊。我真的，我以前就是从来不会注意到甲状腺的问题嘛。我想检查出来呢，是因为我想减肥。因为去年这2年比赛比的还可以哈，有点混进娱乐圈了，你知道吗？当了个小明星嘛，现在哎呀，我就发现这个娱乐圈里面好多明星，他们都打减肥针。我觉得我是个小明星，我可以小打一下。那我一去检查，医生就说你这个打不了，你甲状腺有问题。我当时急得把他拉到旁边，我说什么问题不问题的，不要跟我这个那个的哈，我诚心要打的。我多加点钱可以打吧？那个医生说你真打不了，你这个是甲状腺癌。我说癌。我当时直接在那个病房里面开始唱《巴比龙》，你知道吗？医生说你不要紧张，这就是一个情绪病，好多人都要得的。你做个手术，一刀割了就没了，你回去排队嘛，大半年左右应该就有床位了。我说大半年，我要是死了怎么办呢？他说目前根据这个医学应该是死不了哈，你要是死了的话，那医学应该有重大发现。其实我做手术最担心的是伤到我的声带，因为我们的那个喉返神经就贴着甲状腺长的，稍微做手术不注意就可能划到。做手术当天我半裸着被推进那个手术室，其实我还是蛮紧张的，一直躺在那个床上抖。那个医生一看我很紧张，他就很想安抚我，他就开始围着我看。他说：“哎，王悦的嘛。哎呀，你是讲脱口秀那个王悦的嘛？妈呀，你好好笑啊！我看了你好多 cut， 你放心，我今天绝对好好的给你 cut。我当时躺在那儿想，我说幸好老子好笑。你说要是换个不好笑的演员，那不是跟节目一样就快剪喽？手术做完你们也听得出来哈，我现在声带其实没有被影响到，全身上下没有什么别的变化，最多就是多了一条刀疤而已。但是医生很专业，他直接把那个刀疤他开在我颈纹上，藏在我第2个下巴后面。我现在全身上下多了一条刀疤，但是我少了一条颈纹，你知道吧？但是其实我做完手术过后休养了2个月左右，这2个月我想通了好多事情。我以前真的不知道我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我后来想通了，就是因为我情绪太稳定了。你们想一想，那种原地有风他当场就能发出来的人，他会得癌症吗？他不会，他得到尊重，是吧？我以前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为了生存，我非常的内耗、非常圆滑的一个人。但我觉得一个圆滑的人不代表他没有棱角，他棱角全部都被包在里面，每天都在里面磨自己的甲状腺。我做完手术过后，真的可以说是性情大变，真的。以前还有半个甲状腺给我拦着，现在根本就拦不住了，真的。我甚至都在想，我说我得这个病到底该怪谁？怪全世界？每个人都动了手的，真的。我跟你们说，我首先就要怪那些打减肥针的明星。要不是他们，我查得出来我这个病吗？真的，我发疯了，乱怪我不管了哈。这还要怪我那个原生家庭。我去年不是一直在节目上面讲了很多原生家庭的故事嘛？节目一播出，那个原生家庭像鬼一样撵上来追着我骂。具体是谁我就不说了哈，反正不是我妈妈啊。给我发消息，他说怎么生出你这样的东西啊？你录的什么烂节目？我要去起诉爱奇艺。他当时那个情绪比腾讯都激动，真的。我那天一落地，我心情很复杂，我还要把眼泪擦干了，补个全妆，嬉皮笑脸的，我着急去见周星驰，你知道吧？我们节目就是这样的，每年都会去拜访一下孤寡老人哈。就是、第2天我就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张跟周星驰的合影，我原生家庭那边直接撤回一个律师函，转发我的朋友圈到他的朋友圈，文案配的是好东西啊，好东西。我都在想，我说爱奇艺你没有周星驰，你早就完了，你都被讹上了。以后谁要是再说周星驰对这个节目一点帮助都没有啊，我就起诉谁哈！真的，我真的骂完家庭骂工作，那个工作更是给我重拳出击，真的，我到现在还有几场演出的钱没给我要回来。
跟我说签了合同的，发过来我一看2版，1版没盖章，1版没签字，双管齐下，真的让我在拿不到钱这个事情上，妈呀，居然做了2手准备。我当时发给律师看，律师不是号哈，我当时发给律师看，律师说妈呀，完全不合法呀这个合同。我真的在想，我说我能有今天，全靠工作、家庭这些人背刺我，真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以前我觉得我自己给所有人面子，所有人给了我什么东西啊？给我一颗瘤子。但我觉得那个手术很神奇，就是一刀开下去，我感觉我所有的棱角全部都翻出来了，我都开始共情吴京了，朋友们。我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事情才会对着镜头说出那一句“我死过，你死过吗？”哎呀，我现在真的是啥也不在乎了，谁来都不好使了，你知道吧？随便，什么东西都随便，还比赛呢，这个得冠军，那个得冠军，老子得癌症了啊！朋友们，我建议你们每个人啊，不是建议你们每个人都去得甲状腺癌的意思啊，你们可以先假装得癌，真的太爽了，所有全世界都会为你们让路的，真的。我楼上有个邻居，天天大清早装修，直接在那个物业群里面艾特他，我说我得癌症了。我本来想着就是亲戚找我借钱，我直接给他回，我说不好意思啊，我得癌症了。我想着早点做手术，跟那个护士商量，我说能不能快点给我安排床位，我得癌症了。他说这一走廊都得癌症了啊。我去剪头发，那个托尼非要让我办卡，我说我得癌症了。他呜的一声把老子头发给老子推了。我那段时间真的看起来就像出家了，你知道吧？但那2个月根本就没办法出家门，所以我就在家里面写出了我的第2个个人专长——短发。我真的回想起以前，我觉得我一直都活得像一个蚌。你们见过蚌吗，朋友们？就是那种很难想开的那个蚌，什么脏东西、烂东西全部都藏在自己身体里面。但是我感觉我没有蚌，因为蚌可以把这些东西把它磨成一颗珍珠，但我磨出来了一颗肿瘤。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不要做蚌，我们都去做花甲，就是什么脏东西、烂东西来了你就往外吐，脏东西一来你就呸，你就给我吐，你知道吧？当花甲多好啊！当花甲至少能活到60嘛。花甲之年啊，真的。我今年真的也刚刚过了30岁的生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还有大把的时间要生活，真的。从今以后，我就当那种一粒沙子我都容不下的花甲。你们这些伤害我的人，你们都给老子滚吧！你们这些沙子，大沙子。谢谢大家，谢谢宝贝，谢谢。我是一个来自内蒙的3甲中医院的中医。真的，真是中医啊！别问了啊，中医治不了脱发，别问了。有的也能治啊，当大夫压力特别大，是吧？你看我为什么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啊？你看我还不明白吗？对吧？你说我一个90后，但怎么这是排练过是怎么？怎么了？90年的，行吧？哎，没有人冒充90年的，那不像90后，也不是我的责任，对吧？你说我长得胖，那是我专门吃成这样的吗？不是，从小就胖。第一次看见镜子，里面就有一个胖子。我减肥难是因为我这个基因啊，和那些从小就瘦的人不一样。真的，我发现了，我跟那些从小就瘦的人没法交流。啊，我有一个朋友，哎呦，从小就瘦，哎呀，那瘦的呀，怎么形容呢？就是那贵宾站起来了，对，也留一个那个咸鱼那样那个贵宾头。对，我就是嫉妒，行吧？啊，他说话有时候我跟他没法交流。哇，前2天中午碰上他了，就随口打个招呼，我说哟，这不斌哥吗？啊，中午吃什么了？中午吃了吗？他说那话我都听不懂。啊，中午啊，我没吃，我忘了，这是人话吗？他吃饭能忘，这不有个闹钟呢吗？这是。我这辈子就没因为任何一件事儿耽误过任何一顿饭。吃饭就是我的正事儿，就连初恋跟我分手那天。哎呀，我就感觉天都塌了，我人都碎了，我瘫那儿就不能动了，我一直躺着，到中午12点自己就起来了。当时脑里头就一个想法，哎呀，赶紧让我死吧，哎呀，但绝不是饿死。所以我当时我就问他啊，要不你瘦呢？一顿不吃能忘了是吧？我这不行，我这记性太好，一顿不吃都不行，吃点就胖，多烦人。他下一句话更可恨。
啊，你想瘦啊？那还不简单嘛，你每顿吃7分饱不就行了？这就更不是人话了。什么叫7分饱啊？那叫3分饿呀！我还饿着呢。我就不明白这个7分饱是哪儿来的？那几分饱，难道不应该从饱的那一瞬间开始算吗？饱就是饱，饿就是饿，对吧？你比方说我活了36岁，你跑过来跟我说，你这叫活了7分死，讲理不讲理了是吧？所以当时我也质问他呀，我说我怎么7分饱？我坐秤上吃，我7分饱，我平时吃24分饱啊。他说他让我吃减脂餐，说人家配好了，吃完正好7分饱。我就买了一份还减脂餐，我打开一看就明白了，绝对减脂。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太开胃了。朋友们，的减脂餐就是3个凉菜拼的，啊，大拌菜、鸡胸肉、荞麦面、油醋汁，酸酸甜甜那么一拌，那吃完哪是7分饱啊？那10分的饿呀。你们知道吗？在我们内蒙吃完这3样就必须要上肘子了。这一份减脂餐吃进去，我这身体马上就调整到迎接肘子的状态了。好家伙，这减脂餐主菜就是一沙拉，朋友们，那沙拉真的是人类的食物吗？那沙拉会不会是有毒啊？为什么我每次吃完沙拉肚子是鼓的，心是空的？我把我这辈子委屈事儿都想起来了。吃完我这减脂餐赶紧睡觉是吧？睡着不就不饿了吗？我趁那菜叶子在里头还有点支撑性，我赶紧睡觉。哎呀，睡到后半夜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里啊有一只手在找肘子啊，我就感觉我的胃在拽我的食道，肘子呢？我都做噩梦啊，就一只手顺着食道往上爬呀，肘子。我惊醒啊，起来赶紧外卖一碗猪脚饭啊，夸夸一吃，第2天长4斤啊，好减脂餐啊，天，7分饱啊，减脂餐。朋友们，你们如果没有体会过一只手在肚子里找肘子的感觉啊，你轻易不要过来跟我说怎么减肥。我跟你说，网上那些减肥小妙招啊，都是那些从小就瘦的人编出来的，我能看出来，那说的都是胡话。我研究好长时间减肥了，人就这么告诉我，直眉瞪眼告诉我，减肥最好的方法是带着饥饿感入睡。我为什么睡不着，你不知道吗？我不是让饿醒的吗？你让我带我就带呀，带着饥饿感入睡，你怎么不让我带着金牌直接晋级呢？我就感觉大部分人理解不了我对食物的感受，真的，我真发现了。前2天微博上看一热搜，哎呀，那热搜说，我都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有那种想法，我真的理解不了。他居然说什么？他说可乐只有第一口最好喝。他说3块一罐可乐，第一口能值2块5，我就不明白了，那可乐哪口不好喝呀？我咋觉得每一口都那么好喝呢？而且我一般喝可乐也就用2口。3块可乐，呱，就剩这么多了。那我确实第一口2块5。那是你容量限制了我的发挥。你要给我8升可乐，我口口2块5。谢谢大家。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喵喵。也是一个北大的学生，但是跟雪琴姐跟谢谢不一样，是靠踢足球体育特长考上的。这个身份就很割裂了。在北大踢足球这句话念起来有一种从夯到拉的感觉。大家很热情，很捧场，但是在同龄人眼里，小体育生的风评极差。我之前在网上刷到过一个帖子，他问体育生和边牧谁聪明。投票的结果是我们赢了。
因为边牧不会点举报。但考上北大不一样，大家会误以为你学习很好。之前有那种教培机构找我说，让我给他们孩子做一堂高考经验分享。我说我吗？我咋分享啊？我往那一站，我说咱们各个学科就抓大放小啊，什么语数外物化生政史地，咱们就先放一放。不能误人子弟，赶紧去跟老师交涉。我说别搞，人家高考。他说2万，我说好。分享前给我发了张单子，是他们班同学的基本情况。我一看是他们当地最优秀的一批孩子，模拟考680，3模比我1模2模加起来都高。聊到文理分科，一个弟弟小手一举：“哥哥，你是哪科的状元？”哥哥是武状元。最后2万块钱没拿到，因为给他们分享知识点的时候，我说你们就多背背那些知识点啊，那些什么 cos 45度什么的。努力努力，不要做一个直垮子弟。就朋友们那件事之后，我会刻意的装一个高考状元，来弥补自己20年所缺失的学历崇拜。但朋友们，就我这张脸吧，它长得有点太体育了。就我云南老家高强度的紫外线，加上长期风吹日晒的训练，导致哥们儿看起来像一头沸羊羊。这外貌真是没有什么办法改变了，只能通过穿搭改变自己。想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学院派，想把自己打扮成那种 hot nerd。朋友们，因为我从小就在体训队生活，我没有见过这些700多分的人。在我的刻板印象里，这些高考状元上课他就应该穿得跟领诺贝尔奖一样。哥们儿的第一堂文化课是穿着西装去上，就是那种高定礼服、金丝眼镜。走到班里，老师都迷糊，他说：“同学，我们一堂思想政治课，你为什么要穿的这么小资呢？”同桌在旁边起哄：“哥们儿要 cos 资本家。”我说：“不，念 cosine 资本家。”关键朋友们，就这堂课下课之后，我立马就要去踢球，所以我那套衣服里还穿着自己的球衣。但那种高级衬衫吧，它有点太透了，就你球衣的细节能够透过衬衫看得一清二楚。完全没反应过来这个事儿，是回答完问题，老师鼓励我，他说：“感谢68号同学的精彩分享。”我今年大4了，朋友们，我今年大4了。我对北京的这个城市印象非常的一般，因为它有的东西那个物价实在是有点太超乎我的想象了。之前谈恋爱跟对象出去买花，挑了一捧，店员很不熟练的帮我包好了花，然后很熟练的拿出了收款码，跟我说：“先生你好，一共898。”不是，哎，各位，贵。头一次买花用上了花呗。贷款买花，花活不到我还款还完，就你分期没到头，花期到头了，分期到头了，花到头期了。凭我的素质，我是可以逃单的。但我对象就在旁边看着我，当时那个画面对我这种有大男子主义的小男子汉有点太不友好了。那个店员拿着那个扫码枪，像一把真枪一样，就这么对着我。哎呦，我就只能哆哆嗦嗦的，又从自己的兜里掏出了手机，然后呢点开了自己的公交码，然后对扫码枪贴了上去。哎，朋友们，我当时就是在想了，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咱们中国那么多人，就有那么一个人，他的付款码长得跟我的公交码一模一样？没有。还想挣扎一下，我在那跟那个店员我说：“你今天一定要给我个理由，你这花到底凭什么这么贵啊？”他说：“先生，是这样的，我们的花都是从美丽的彩云之南空运过来的。”我说：“哪里空运过来的？”哎，各位，全云南最不值钱的东西就是花啊！有没有人管管？你一个东西从老家到北京的溢价那么严重，我以后买花带过去那都算走私了。以后我过海关的时候就是带着个斗笠，背着个背篓，反正你们刻板印象里云南人就是这种样子。然后过了那个海关，机器也不响，但是警犬突然开始狂吠，安检人员神色凝重，海洛因不康乃馨。围观群众一哄而上，一起把我摁在地上，打开背篓，大惊失色。哎
呦，狡猾的云南人，竟然把鲜花藏在了饼里。我很不理解为什么现在北京的高端餐饮都标榜自己的食材是从云南空运过来的，什么云南黄牛、云南野菜、云南水果，站在北京的市中心我都迷糊。我说前2年不是走出大山了吗？哎，能理解吗，朋友们？就是我高考毕业的时候，面对云南满地的瓜果蔬菜，我说 OK， 你们很好，但我要去首都大城市追寻我的梦想。到了北京勤工俭学，发愤图强，攒了一大笔钱，总算坐进了那个高级餐厅。来之前，哥们儿还在那演练的那个服务生走过来说 ：“May I help you, sir？” 我说：“啊 ，Could you give me a bottle of water？” 餐前水果一端上来，服务员说：“小伙子，这个水果是你云南老家呢？”讲完了，谢谢。非常开心见到大家，然后做个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多多，现在是在上海读研究生3年级。开学第1天我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蛮大的。我同学问我哪里人，我说我是四川的。他说四川好呀，四川好。哎，我以后可以把我上海的房子卖了，去四川养老。人聊天怎么能这么恶心呢？他不说我都不知道他在上海有房子。我也很难回答，我说哎呦上海好啊，上海好。哎，我以后可以把我四川老家的房子卖了，去上海等死。有的时候我也感觉有点自卑啊，我就很害怕他们问我平常喜欢干什么，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玩手机。但你说自己喜欢玩手机，就好像说自己是个 loser 啊！我喜欢不思进取、自暴自弃，很羞耻，很难说出口。我都说我喜欢玩手机，玩手机啊！你要不自觉带过去啊。但其他人说他们的兴趣爱好就说得很自信。我喜欢潜水、爬山、野外露营，不太理解，又是野外又是下水又是上山，我总感觉这帮人没有进化完全。我们的老祖先就是一步一步花了漫长时间，从海洋到陆地，才从猿人进化成智人的。智人就应该玩智能手机啊！你让老祖先怎么想？老祖先一看，我去，怎么还在爬山呀？咱们有手机应该好好玩啊！咱老祖先当年没这个条件，你给他一个手机玩，他不知道玩得有多开心。每天窝在洞穴里刷 B 站，直接从猿人进化成2次元人。就我真的很难理解他们那些爱好所带来的快乐。爬山我觉得累，潜水我觉得贵啊。而且这些人出去玩就出去玩，经常发文配朋友圈说什么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我缺的是勇敢吗？我这个人最不缺的就是勇敢。我妈跟我说，你再玩手机眼睛就瞎了。我还玩，我也可以做到很勇敢啊！我也可以去潜水，让专业教练带着我1个小时700块钱，结束之后跟他说：“哎，我没钱。”你所以不是勇敢的人享受世界啊，是有钱的人享受世界。没有钱我都不能买我喜欢的手机。你别说享受世界了，我只能享受花呗12期免息。我都不理解，光有勇敢没有钱是怎么享受世界的？你是不是走到银行门口说：“哎，要不然我今天勇敢一把？”我感觉这个社会对玩手机充满偏见啊！什么学习不好手机玩多了，眼睛不好手机玩多了，睡眠不好手机玩多了，那咋了啊？这不是应该的吗？手机带给你这么多快乐，你受点伤害怎么了？你快乐都是有成本的啊！你像潜水，万一潜着潜着一回头氧气瓶丢了，那不完了吗？啊，还得再买一个。就我觉得兴趣爱好是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的，但玩手机就好像这个鄙视链的最底端啊，玩安卓手机更底端。
你想喝酒也会对身体有害，但你在上海这种城市，你说你喜欢喝酒，听起来就比喜欢玩手机更体面一点。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标榜自己爱喝酒，我问他喝啤的还是白的，他说 low， 从来不喝，他都喝高级的葡萄酒，因为喝多了不会头痛。哎，我说你为什么不直接喝水？我问他高级在哪里，他说他的葡萄是法国产的。我不知道他拽什么，我的苹果还是美国产的。哎呀，很多人喜欢喝酒，无非就是喜欢那种被酒精麻痹自己，慢慢忘记烦恼的感觉。玩手机也可以麻痹自己。我手机玩了6年都玩烂了，现在边充电边玩手机，手机都漏电。我觉得很奇怪啊，明明大家在玩手机，你很难光明正大的把它大大方方讲出来。没有人在自己工作简历、兴趣爱好内栏说喜欢玩手机的，都说喜欢看电影、听音乐、拍 vlog， 那不就是玩手机吗？你干嘛不能大大方方讲出来呢？你对手机来说很不公平的。你手机帮过我们缓解过很多尴尬，有的时候在电梯里遇到一些半生不熟的人，你真的不知道说啥，你都低头玩手机。没有人说哇好尴尬呀，我要攀岩啊。我知道大家今天的手机都被没收了啊。你们以为是怕你们录音录像吗？其实是怕这个思维导师点评太尴尬的时候，帮着你们。偷偷玩手机，偷偷玩手机。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约我早上8点钟去市中心攀岩，我根本不懂攀岩，我只在上学的时候翻过墙。他说攀岩不一样，攀岩有不同的线路、不同的难度。我说爬上去之后干嘛呢？他说跳下来。我说跳下来，然后呢？他说再爬上去。我说跳下来之后不应该去上网吗？我那天到了攀岩馆之后，我就看见我说我肯定爬不上去，我说咱能不能坐电梯啊？他说你相信我，他说攀岩是一种高级的快乐，是一种你经历重重困难，最后达到目的地会产生一种征服感。我说征服感，我为了来攀岩，我定了早上6点钟的闹钟，挤了1个半小时的早高峰地铁，换成了3次，有不同的线路，不同的难度啊。我征服谁了啊？我征服了。我最后还是跟着他爬了2个小时墙啊！结束之后，唯一的感觉就是累得想死。我为了缓过来，在床上玩了2天手机。我今天已经讲了5、6分钟了啊！我想去玩手机了，拜拜，拜拜。大家好，有的朋友认识，有的朋友不认识。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咸鱼，来自河北衡水，在上海打工，一个穷孩子生活在有钱人的城市，他只能用精神对抗物质。我就走着演，咱们两边都看一下，好不好？我怕咱们这个看不全，回头你们互相拼一下。来参加比赛，我很直接，我想挣钱，我想挣钱，我没有钱，我的钱都买吃的了。我记了2个月账，恩格尔系数85，焦虑。人这2年特别容易为钱焦虑，是不是朋友们？焦虑。你说人穷可以开心，但人穷还爱刷短视频，你就不能开心，因为这2年特别容易在各个短视频平台刷到那种假扮经济学家散播经济焦虑。你刷到他的视频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没有调节，但好像手机音量自动就变大了。存钱，马上给我存钱！哎呦，你说，你想说就说，你喊什么呀？他就给你解释，他说因为今年虽然已经是过去10年经济最差的一年，但却即将是未来10年经济最好的一年。
你看完你这个难受，你都不是焦虑了，绝望，还存钱，我都不想存活了。但这就是短视频平台的好处，你焦虑不了太久。你刚刷完经济焦虑的没一会儿，又刷到一个刺激消费的，还是刚才那老头，哎，连衣服都没换，一样的套路，突然的大叫花钱，马上花钱，因为未来10年全球经济下行，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所以你现在花的越多，等于给未来省的越多，你省的越多，等于花的越少，你花的越多，就是花的越少。看完我悟了，我还焦虑个啥呀？我消费吧。朋友们，你想，消费就是储蓄，借贷就是理财呀，浪费就是节约呀，淘汰就是晋级呀！再见。还不让走，你看这个，导演没学过经济学啊，然后。那我没办法，只能接着讲了，朋友们。我存不了钱，我焦虑，我的消费观太坏了。我的消费观就是8个字：有钱花钱，没钱花呗。你能明白吗？我喜欢超前消费，花呗用完就用信用卡，坏习惯。这2年意识到了，原来没意识到。当然了，养成这个坏习惯，我不怪什么社会资本，全怪我们大学宿舍长。我们大学宿舍长是花呗推销员，资本的爪牙。认识他那年，你想我才18，给我们洗脑，让我们开花呗。哎呦，就人家那个洗脑话术之厉害啊！不是我危言耸听，今天我说完。在座所有人开通花呗，也就是你手机收起来了，要不你手机听完自动开通花呗，就这么厉害。你们4个就倒霉了，不好意思。像我们说的啊，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都在午睡，他走进宿舍，说：“来，同学们，开会。我先问大家。”咱们宿舍都是大学生，对不对？生活费都不够花，对不对？有白捡的钱，你要不要？我说我要，他说都有，花呗这个钱就是白捡的。我反驳他，我说不是，我看了花呗写的跟信用卡一样，是借的，得还。他说花呗这个钱就是白捡的。我告诉你为什么，朋友们，我不是故意吓唬你啊，朋友们，我就是故意吓唬你啊，朋友们，因为已经凌晨1点了，朋友们，你要打起精神来，朋友们，打起精神，朋友们，没错，因为我接下来要正式复述我们大学宿舍长说的话，谁要是在座的各位，你意志力稍微薄弱一点，容易听进去。你看，我就听进去了。我意志力，你都别说我意志力，他说完以后，我这几年智力都有点薄弱。接下来我告诉大家，花呗这个钱为什么是白捡的。首先，咸鱼，我就反驳否认你一点，花呗跟你说那个信用卡不一样，花呗不上征信，那会儿不上，现在上了，别用啊，给我打电话了，好不好？别用啊。其次呢，你按时还，没有利息。那基于以上2个条件，我希望现在在座的各位都点开通，然后从下个月开始，你就按月借按月还，按月借按月还，完死之前那个月你别还，这钱就是你的了。听懂掌声。我直接就听懂了，我在宿舍嘎嘎鼓掌，现在那巴掌都打我脸上了。
我现在还还着花呗呢。人生目标是死，让人一旦用上花呗，你就必须独自面临很多孤独又尴尬的情况。特别这2年，钱不好挣，也不够花。我说实话，我现在每个月有10天，整个人就处于没有余额，只有马某对我的信任。马某，你们知道我在云什么吧？你明白啊？没有余额，只有马某对我的信任，干什么都用花呗支付，跟朋友吃饭特别尴尬，你兜里1分钱没有，但你得抢着结账，因为万一你朋友把账结完回来突然找你要 AA， 你是 A 不出来这个钱的。哎呀，不说了，听懂关花呗。